那时候有那时候的另外一半呢，我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人。那这样子完美的人，再加上我当时的那种自卑状态，其实就会产生一系列不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就有一些不好的思维，那些思维呢，就会让我去做一些比较极端激烈的事情。我在出去 party 或干嘛的时候，我得要浓妆艳抹，然后我得要穿上最高的鞋子，然后我得要当天晚上一定要猎到谁，就是我会用这样子的数字去证明我是全场最美的，我是有价值的，我是最棒的美啊等等。他的另外一半会看。好了，我真的觉得我也呼吁一下，他的另外一半真的不用跟我比较，因为我是你身上的一个烂细菌的细菌，这样好了吧？你开心了吧？爱尔莎。Hello， 大家好，我是艾尔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一集呢，是满满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相信很多人啊，不只是迷惘，可能也有点不自信，但我觉得比较在更谷底或是在负面一点点，就已经到了自卑。那其实自卑的人啊，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会发现自己是自卑的人哦。有一些自卑的人，他会变成一种力量，反而会让人家不舒服的自信。所以有一些人的自信是自卑型的自信，就他的自信得要踩着一些人，或是跟谁较劲了以后，赢过谁以后，一直把这件事情渲染出去，或是要一直膨胀自我，拥有这样子的满足，去遮掩他的自卑。所以你看，有一些人的自信是让人家很舒服，会觉得哇，你真的是很自信的人，我想要成为你，像艾尔莎这种。然后，但是另外一种呢，就是他好自大，那种自大还有很十足的自我，是让人家不舒服的。然后你不一定会先看到他的自信，虽然他很积极的想要表现他的自信给你，可你真的不一定看得到，你反而是感觉到很多不舒服的自大感。那一种多数的可能都是你剖析到最后发现，他不是反社会呢，就是真的很自卑。所以我觉得啦，要去追根究底，去探索出自己的自信，或是自己的那种自大到底可能是不是从自卑来的话，你可以一次一次的去问自己，你每一次在做这种炫耀，在做这种表现的时候，背后是为了什么原因？是因为恐惧，还是因为怕自己没被看见？或者是你有自己的一些其他的负面的思考或黑暗点，都可以把它拿出来摊出来，让你自己知道说，哦，其实让你去彰显自己的不是一些正面的原因，是一些比较黑暗的原因，它就有可能是自卑了。好，那我自己在个人呢的人生经历里面，有一大段很自卑的时期，回到当年就是大学时期呢。我的那个时段是我的人生里面真的是比较不堪的一段时间啦，当然在当下不会知道。因为大学应该是我人生长得最漂亮的时候，我到底要不要放一张照片在这边？大家会吓爆 ！Oh my god， 那时候真的好漂亮，那时候好像47公斤，现在是不是77啊？财富增加3倍，资产增加3倍，体重也增加3倍。但我现在比较自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如果我能现在的状态拥有那时候的美貌，哇靠！我自信好像会真的是爆炸，但是人生就是这样子啦，会有一些牺牲，因为真的压力太大了嘛，所以就会一直变胖这样。好啦，这是借口啦，这不是对的示范，应该是要能人生更成功，然后身体更健康才对。好，回过头来，在我大学那段时间，因为认识的人还有生活环境有一些改变，以至于我可以跟一些真的是很厉害的人，那些很厉害的人呢，不只是富二代，或是家世背景很好，或甚至书香世家的人这样子，或是真的是事业很有成的老人们，在我那时候很爱去 party， 所以我认识了一大群50、60岁事业很有成的老人们。在那个时候我才18、19岁，所以可以这样称他们。可是现在我这个年纪，大概就是称他们前辈这样。那时候因为我那样子的状态和环境，然后我很喜欢出去社交，很喜欢往外跑，很喜欢在这样子的环境还有 party 的状态下，其实就是会产生一种比较心态。然后这个比较心态会让原本就没有那么多自信还有自我价值的我更低自尊的感觉，所以那时候其实我是非常非常自卑的。然后那个自卑当然还有因为我的一些原生家庭，还有我自己个人，我没有那么努力，也没有那么聪明，但是我更迷惘，所以这些东西加起来，其实是让我那时候状态是找不到突破点的。
以至于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样的用什么方法去解决这个困境。所以那个困境，当你不知道方法的时候，困境其实会更困。这是我觉得应该有一些人是有这种经历的。那时候我结交这些朋友的时候，我跟他们出去，我都会自夸，然后我的那个自夸跟现在这种自夸不太一样。那尤其是我那时候交往的几个另外一半，他会不会有看呢？毕竟我现在太红，有红吗？跟他的另外一半会看。好了，我真的觉得我也呼吁一下，他的另外一半真的不用跟我比较，因为你真的很棒，就是你是这样子，然后我大概是这样，我是你身上的一个烂细菌的细菌，这样好了吧？你开心了吧？不用跟我比较，因为我的家庭状态真的是你的大概1000兆分之一而已。那时候的另外一半呢，我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人。那这样子完美的人，再加上我当时的那种自卑状态，其实就会产生一系列不好的事情，然后不好的事情就有一些不好的思维，因为这是比较属于我自己个人的，但那些思维呢，就会让我去做一些比较极端激烈的事情，例如说我在出去 party 或干嘛的时候，我得要浓妆艳抹，然后我得要穿上最高的鞋子，然后我得要当天晚上一定要有猎到谁，就是我会用这样子的数字去证明我是全场最美的，我是有价值的，我是最棒的美啊等等的，所以我就觉得会做一些比较负面的涟漪效应的一些事情啦。但是呢，我的人生在度过这段时间以后，到进入职场，虽然有顺利的，但是也有不太顺利的职场。例如说我在新加坡中间一段时间很爱被老板骂，当时那个在新加坡的那个老板，他真的很严格，然后很严厉。可我现在其实蛮感谢他的啦，只是当时我真的还太 junior 太幼稚，然后还没有真的自己的人生有一个蜕变。就立刻到了这个新的更竞争的环境，我觉得我的那个面对高压状态是没有办法承担的。然后再加上我那时候其实还是自卑的，还没有突破口嘛，所以呢，他每次骂我完以后，我就会更生气，然后我会想要用尽一切去挡或去顶嘴。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做了很多在职场里面不良的典范，甚至根本不用去谈向上管理啦，就是我连管理自己都没管理好，然后这些顶嘴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很不应该的。反正呢，这一系列到最后呢，我在新加坡比较稳了，然后比较开始去探索内心，然后比较有余韵去真的了解我做一些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后，我才发现我是比较自卑型的人格。那个自卑我到底要怎么去解决呢？我找了很多书，找了一些身心灵的教练还有课程去上，最终我总结了2个方向，我觉得是真的让我度过这个自卑人生的。第一个呢，就是我曾经看到一个书还有一个文章，我已经忘记我在哪里看到了，我一直后来想要找这本书可找不到，但他的方法就是很核心的概念，就是在其位谋其职，然后谋到最细。也就是说，你看很多人啊，不管他是不是小人物，或是他做的事情再简单或枝微末节，但是他把这些东西做到很深、很专注，然后从里面找到自己幸福的来源点，他就很容易快乐，很容易自我满足和自信。这个其实在我很多其他的影片都有提到大概的概念啦，因为我现在的人生就是运用这些东西。可是呢，当时的我没有很理解，所以我就一直 follow 这本书去看很多，然后去演练。一开始没有抓到很多要点，因为你的想法就会是说，我根本就已经不快乐，还逼我去做这些我不喜欢的事情，然后这些不喜欢的事情也不是什么高大上的事情，我怎么从中找到快乐？但后来我把他的这一个道理运用在生活上，就是你可以去思考，你一定拥有某个角色，然后你在这个角色上把它做到最极致，然后形容词变得很好，例如说，你就是一个女儿嘛，每个人你是女生，你可能就是一个女儿，或是你是一个姐姐，你是一个公司的老板，你是一个团队的领导，你是一个你的工作伙伴的另外一个团队资源者，或是你是你老公或男朋友的另外一半，就是你是太太，或者是你是女朋友，这些标签都代表一个角色。那这一个角色，你有没有办法花心思把它做得很好？举例来说，一个女儿，但你可以把它变成好的女儿。那好的女儿，你要怎么去定义？你有你的价值观，你有你们的家庭氛围去怎么定义好？有些人的价值观是，有些人家庭的文化是孝顺的女儿是好的女儿，那有些人是敢冒险的女儿是好的女儿，有一些是常常回家里然后陪伴家庭的人，她是好的女儿，都可以。可是你可以依照你们家里的人的需求，或是你们的
家庭的文化发展，或是你们自己的惯性，去透彻的解析说，到底哪些是你在诠释这个角色诠释到顶到好的时候可以去做的，拆解出来，在生活中去实践，你就发现你不一定需要那种外面彰显的社会地位赚的钱，或是谁谁谁的谁而让自己有自信，你反而是回归生活里面最平凡的一个角色，把它做到极致好，那你就可以很幸福快乐了。所以呢，这个从角色里面的发扬光大，还有体现在生活里面的做到极致的感觉，它其实可以让你拥有自我价值。今天你是一个很棒的女儿，或是你是一个很好的妈妈，你要知道妈妈是一个家庭的精神支柱，甚至它是一个家庭的核心重点，它可以影响到2个家庭，婆家甚至是夫家，是2个家庭，所以你的影响力其实比你想象中的还大，甚至比一些公司里面的员工还大的状况，你有没有办法去把它发扬光大的更好？有的话，你就会有自己的舞台，而且这舞台是发展在你的生活里面的每一时每一刻，然后你就会有自己的价值感。那这样子的路程呢，就可以让你建构你自己的突破自卑道路。那再来呢，第2个方式呢是转换思维。我觉得转换思维是一个大家可以都去想的，因为平常在做其他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去转换思维，把事情做得更好，或是你在很负面、很情绪化的状况，转换思维可以把事情转向比较光亮的一面，你就比较不会那么情绪负面的感觉。但是我们回来看哦，像我当年对待我当时的那个状况，大家都是这么有钱，富2代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而我呢，是一个家世背景这么糟糕，然后自己本身也很糟糕的状况，我反而会有2种路去转换思维。一个转换思维呢，就是我直接敌化这些对象，这些很有钱、很有资源的人，我就直接说，反正他们不如我，因为他们有钱，那都是父母的钱，反正他们自己也 nothing， 什么也没有，所以我反而转换的思维是敌化他们。那另外一种转换的思维呢，可能就是把自己优化。可是你知道吗？多数的人啊，他们在这样子的生长环境还有过度自卑的时候，他们只会选择敌化。但这个敌化是一直想到敌化家，但是呢，这个敌化其实就是一个陷阱，因为你在这样敌化对方，只会让你短暂时间感觉自己比较优势，但其实你没有真正的优势，你只是让自己有一个麻痹感。但如果呢，你换一个思维是，我现在呢，虽然家世背景比较差，或是我现在比较笨，或是比较不会念书，但没关系，我反而有一个从零开始的简单感。因为你知道0分到50分其实相对容易很多，可是90分到99分其实难很多。所以你知道那些很有钱的富2代的人啊，我现在在这个年纪，那些那个时候认识的人，我这样子看他们，其实他们的压力其实是更大的，然后甚至他们的成长幅度没有办法像我这么跳级。但我是当时很归零的状况，甚至是负。所以我现在这个程度是很高的，我反而因此而觉得我这个比例很骄傲你知道，就是像我们再讲一次，前一集何浩宇老师有讲过，就是投资就是要去看比例，所以不用去看那个数字本身。那你看我的这个成长还有跳级是一个比例这么高的状态下，我是不是很厉害？那我再从我自己的这个能力跳级的数字里面再去放大这个数字，其实就相对更简单嘛，因为这都是我自己一个一点一滴爬过来，然后去做出来的，我一定知道怎么去把它放大的。所以我反而这样子回来去看我的背景，让我有另外一个层次，另外一个不同多元的优势，还有切入点。这个切入点呢，会让人家认识我的时候，会说：哇，你的优势是在于这一些很有钱或是富2代的人没有办法有的优势，因为他没有办法选择他的出身是从零开始。我竟然就是从零开始。我们用这样的转换思维，其实就是优化自己。那我刚刚讲的敌化别人，为什么这么多人有这样的思考呢？不是我在开玩笑，你去看所有的酸民，你就知道现在社会多数都是在仇富，仇富其实就是敌化对方所拥有的突破自卑的一个策略，但这个策略其实是错的，也对自己长期下来不太好。所以你看酸民有哪一个人生过得很好吗？好，没有，是真的没有。所以呢，就真的啦，可以想象一下这样子的转换思维，然后是让自己优化状况，其实是可以让你突破人生的一些永远突破不出的卡关点。那我觉得自卑是一个很固化的
状态和思考逻辑，还有思维模式，所以呢，它不是这么简单。那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心法呢，是我自己真实的一些故事还有经历，一点点摸索出来的，也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让大家杜绝自卑人生。那记得要继续支持艾尔莎，订阅艾尔莎，求求。